莫先生，那一刻的内心感受是什么？我的感受是，人应当适度的发发威，要不然别人总会觉得你好欺负，会一直把你踩在脚下。你看起来不一样了。何老师，我好多了。虽然同事们还是不喜欢我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更能够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。虽然同事仍然不喜欢你，但你似乎不那么受影响了。我之前很多来访者，当他们回去以后，觉得自己的状态慢慢变好了，就不会再来了。但是小莫先生，你还是如约到了。我觉得我还是离不开这层关系。小莫先生，我觉得你可能有话要讲，但是你还没有准备好。我不是受害者了，我不再是了。不再是受害者，让你感觉到开心。我不开心。对不起，何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控制好自己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在我这里你可以释放你任何的情绪。为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他们欺负我，他们排挤我。我只不过反抗了一次，但是我还是感觉好像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。为什么我会这么内疚？他们惯我、笑我、骂我，我都没有这么难过。可是为什么我只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，我就这么难过，我就这么怂？何老师，我是不是活该被排挤，活该被孤立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保护自己，反而会觉得内疚。如果说出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，可你的感受是，你的安全不应该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。哎，为了感谢你在考场上严守考规，成功阻止我们误入歧途，哎，我们给你买了个小白兔奶糖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让你接就接。斯卡，快一点儿！特别甜，尝尝。快吃！再怎样就告诉老师。小莫，你现在想到那个同学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我很内疚，我恨我自己。我原本可以跟老师或者是校长说，但是我没有。我躲了起来，我像一个懦夫，像一个孬种一样躲了起来。我躲在一个角落里面，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，我能听见他在抽搐。我知道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，但是没有。我没有。你恨自己的原因是你当时没有帮助他。如果你当时选择帮助他了，你认为结果是什么？来做那个人打那个，说啥，不浪费。你现在想到什么了？我又被孤立了，我又被打了。发生了什么吗？因为我帮了他。如果我帮了他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，他们会想着各种办法去折磨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还在侥幸着想，我说，他们终于去欺负别人了，他们不会每天在盯着我了。我现在想想，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可耻。我觉得我的今天一切都是活该。不是的，你当时没有保护他，是因为你要先保护好你自己啊。可以吗？人真的可以保护自己而不管别人？我不知道，那样太残忍了吧？我当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粉笔塞在他的嘴里，塞满了，不仅只有白色，还有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。他想吐出来，他们不让他吐，他们就按住了他的嘴，让他咽下去。他真的咽了。他们把粉笔磨成粉，塞进了他的鼻孔里面，吹进了他的鼻孔，一遍又一遍，就这么重复着。那一年，
他只有14岁。小莫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这儿填写的那个表格吗？当时有一条上面写的，要是我没能做到随时付出我的全部，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坏人。在这一栏当中，你打了一个符合。何老师，我就是一个坏人，我太自私了，我太自私了。可是小莫，你觉得你不值得被保护吗？你保护自己没有错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勇敢的人，你想去保护别人，那首先你要做到的是要保护好你自己。我觉得这一刻我可以理解你，我也懂你为什么会感到孤独，因为从小到大，没有一个人站在你的身边。我们现在想象一下，你的脑海里浮现一幅画，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压力。你现在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我小时候住的地方。很好，你现在把自己想成童年时的自己。你可以走到外面的房间，告诉我外面都有什么吗？这是我们在客厅，爸爸妈妈在工作。很好，现在请你走到他们面前，叫一叫他们。爸爸妈妈，告诉他们，你在学校过得不好。最近班上的同学老是欺负我。是吗？他们给我起外号，还推我。那是他们跟你开玩笑呢。可是我不喜欢被开玩笑，我每次一想都很难过。那你就跟他们说你不喜欢。我说了，但是他们不听。那你就别去招惹他们。我没有招惹他们。不是你先招惹他们，他们怎么会欺负你呢？小莫，如果别人不喜欢你，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知道吗？莫雨，你得学着跟同学们搞好关系，不能总像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这样，跟同学耍小性子啊，乖。你们根本就不爱我。小墨雨，不要难过了。现在我们要让长大的你通过时空隧道穿越过来，告诉你一些关于童年不一样的事情，好吗？好。墨雨先生，他现在就在你面前了，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？为什么爸爸妈妈又替别人说话？他们不是替别人说话，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。他们不爱我吗？他们爱你，他们只是没有时间告诉你。为什么大家都要和我开玩笑？我不喜欢那些玩笑。
我每次一想，都会难过。墨雨，那些不是玩笑，他们是故意，就想要让你难过的。他们为什么想让我难过？我就一点儿都不想让别人伤心、难过。你说的对，让别人难过是错误的，那些故意伤害你的人，他们都是不对的。可是我很害怕打不过他们。你不需要打过他们，你只需要保护好自己。如果他们想打你，你一定要去告诉老师，告诉警察，告诉他们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，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威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就只能待在这里了吗？我能跟你走吗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小莫，我就留在这里。你好好长大。再见。小莫，现在觉得好受一点了吗？对不起，何老师。一个大男人在你面前哭成这样，对不起，我很久没有这样了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我觉得很开心，你在这里释放了你的情绪和压力，并且讲述了那些对你很重要的事情。我还会再来的。期待下一次我们的咨询。何老师，我想去应征我们部门的主管，你觉得可以吗？这个问题留到我们下次咨询再讨论，可以吗？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我挂一个内科的专家号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您挂这个号今天没有了。又没有啦？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给你挂明天的号吧。啊，现在呢都可以在网上挂号的。哦，对的对的，我可以在网上找是吧？对。哦，可以的。哎，我给你写一下操作流程吧。你回去呢可以让你的家人帮你上网挂号。哦，我女儿很忙的，不舍得打扰她。没事的，我可以试试。哦，行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我试试。哎，你等等，有人退号了。真的啊？哎呀，真的是脑袋好不如运气好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太好了。血压高吗？不高啊，前天我还在我们社区检查过了。平常的时候，我每天早上测一次，晚上测一次，都挺正常的。这只是例行提问，您不用紧张。因为高血压总会出现头痛和恶心症状，血常规、尿常规还有血糖的水平，各项指标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大夫啊，我会不会是脑瘤啊？那您除了头痛和恶心之外，还有别的症状吗？有啊，我有时候突然就眼睛花的什么都看不清了。这个视力模糊的成因啊有很多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性。如果您经常出现头痛、头晕、恶心的症状呢，可以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做个核磁共振。新选题方案。
什么梦把你吓成这样？为什么？我是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如果你觉得非常的愤怒，你难以排解，甚至影响你正常生活，那我觉得应该咨询的人是你自己。就是赫顿他不太适应这种封闭的空间。幽闭恐惧症啊！别碰我！你能离我远点吗？别再叫我俊俊了。那为什么阿姨也叫你俊俊？俊俊是我弟弟的名字。他在8岁那年已经死了。这好端端的，脑袋里怎么长了瘤子呢？下一位，赵希平女士。下一位，赵希平女士。赵希平女士。丽丽，哎，你在家呀？我以为你出门了呢。你要出门吗？对啊。哎，你没事也别老在家窝着了，没事儿也找老钱或者姥爷出门散散心。我真怕我不在家，你一个人在家憋坏了。你要去谈恋爱吗？啊，对。丽丽，我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，所以我没能观察到你的感受，是我忽视了你，对不起。不是，我谈恋爱跟你忙有什么关系啊？没事儿，你别多想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对你的关心不够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两个坐下来一起聊一聊，好吗？不是老贺，你一定要让我每天都黏着你吗？就像个大闲人似的，等着你关心我呀？我就谈个恋爱，不至于啊。丽丽，你谈恋爱是个好事，但是我很怕你冲动行事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谈个恋爱，我冲动行事什么呀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物质条件是很重要的一点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看清楚这个男人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，他有没有想对你负责，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。看到豪车了，我只是怕你又跟以前那样，又像以前一样攀高枝被人骗是吗？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悲剧，对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？就是因为我受不了你一直想要拯救一切人的样子，你好像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我，我好像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在你面前我就像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一样。是，我承认我就是喜欢有钱人，我就是缺乏安全感，我就是喜欢大叔，因为我缺少父爱，怎么了？我满足我现在的生活，我会对我的选择负责的，好吗？丽丽，你刚才自己也说了，你是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你不是真的爱他们，你只是需要他们，你能明白吗？你能听我说完吗？我不明白，我不想听。你能不能听我说完？你不是真正的爱他们，你只是需要他们，但请你相信，你以后一定能遇到一个你真心喜欢的人。真心喜欢的人，什么是真心喜欢的人？你知道吗？你这么会装，好好的机会摆在眼前，你只会逃跑。你知道你真心喜欢谁吗？就算你知道，你有勇气承认吗？该说的我都说，该做的我也尽力了。你保重吧。
说的我都说，该做的我也尽力了。你保重吧。佳慧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你们两个会因为这件事情吵架。丽丽之所以跟我这样，也是因为对我太失望了吧？你这么做，其实也是为了她好，怕她被人骗了。佳慧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拯救任何人啊？不用说了。何顿，其实你没必要所有事情都做得正确的。生活不是资讯，你没必要每一句话都谨小慎微、绝对的正确。你会和丽丽吵架，你正是表达了你内心最真挚的情感，我觉得你是对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去画坊。嗯，你今天不是有直播吗？现在过去，时间正好。你这么会装，好好的机会摆在眼前，你只会逃跑。你知道你真心喜欢谁吗？就算你知道，你有勇气承认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钱哥，这花房都已经够漂亮了，你怎么又买了绿植啊？今天下午呀，碰到一个顶着太阳还在做花草生意的阿妈，就随便买了一点。哎，怎么样？不黑眼？是不错。钱哥，这个给你，这是你让我整理的最容易导致欺凌发生的几种情况，以及在受到创伤后，受害者很可能面临的几层心理转变，我都已经加到稿子里去了。哎，我刚好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。你稿子里写到这所谓的闯入性症状，到底是什么症状？我一直搞不明白。闯入性症状，就是经历创伤的人会生动地看到或梦到创伤相关的经历，而且他们会在类似的情境中再次体验到强烈的生理反应或心理反应。别再叫我俊俊了。因为特别痛苦，所以他们会回避这类情境。但是它只是暂时将这段记忆封存住了，并不能真正消除痛苦，反而会让他们没有机会走出来。那我能这么理解吗？我们把人的大脑比喻成是一个房间啊，那这不想记起的记忆呢，就好比是一个不停在敲门的人，虽然我们看不到他，但是每一次听到敲门声呢，就是在提醒我们，这敲门的人一直都在，这记忆也始终都在。对对对，这个比喻太恰当了。就是即使门被封死了，这些记忆也会破窗而入。行啊，小丽，你再这么下去啊，都快成半个贺老师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和贺老师比差着还远呢。这个里边有一些心理学的词汇，我还不是特别清楚。回头呢，我再和贺顿老师确认一下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小丽，那你也有查到这被压抑的记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现吗？哦，我记得我查过，我看一下啊，在这儿了。会以噩梦的形式出现，而且如果有相似情景的再现呢，很可能也会触发应激反应。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，你不就是想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吗？如果你谈恋爱了的话，我会为你感到非常高兴的。只是我很担心。嘘，丽丽，你刚才自己也说了，你是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你不是真的爱他们。不明白，我不想。能不能听我说完？你以后一定能遇到一个你真心喜欢的人。真心喜欢的人？什么是真心喜欢的人？你知道吗？
倒计时1分钟。似星光，点亮静谧的心窗。夜未央，天微凉，心扉夜话，即刻。看你嗓子不太舒服，喝点茶润一下。谢谢。小心烫。你怎么今天把这屋弄了这么多植物啊？想开个植物园啊？啊？有这么夸张吗？他们说绿植可以清新空气。来，你闻闻这株薄荷。他们说有安宁心神的效果。确实还不错。谢谢。这只有桉树香的味道。精神舒压。你这还弄了个娃娃，喜欢吗？我买了2个，开心嘛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带回家。你都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啊？节目还有3秒，继续。3、2、1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心扉夜话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呢，是跟校园有关的。何老师，如果你可以穿越回校园时代，来到一个被孤立的同学身边，他每一次呢，只能远远地看着其他同学在嬉戏打闹，却无法加入进去，你会对他说什么？我想我会对他说，你并不是孤单一人。嘲笑，还是推搡破坏东西，或者是对一个人的谣言进行传播，或者是孤立他人，这些都是霸凌行为。是的，它内在其实最有伤害力之处是，它们会让我们感觉到弱小、劣势、无助，而且这一点将永远无法改变。但在这里还是想说一句啊，其实我们的世界呢，并非刚才说的那么的冷冰冰、面目可憎。是的，不逃避，不沉默，不示弱。我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每一个身处其间的你。只要你需要，你愿意伸手，你愿意张口，总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在等你。你并不是孤单一个人，你可以改变自己。你并不是孤单一个人，非常温暖的一句话。哎，那何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对于那些犯过错的人，想要改正自己，想对那些曾经伤害过的人说一声道歉，那这样的道歉你怎么看待？或者说你会接受吗？我想总要给善良留一个出口吧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心扉夜话呢，就陪大家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老钱，来一下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。对不起，何顿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？如果是我让你不开心了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你怎么处置我都行，但是你别不开心行不行？我不能跟你一起录这个了。为什么？如果要是因为刚才的事情我向你道歉，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有办法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待3个小时，我肯定做不到的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扉夜话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钱开义。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贺顿。那忧伤却美丽的
这是台里固定的宣传模式，之前都拍过。什么海报？我跟你拍海报啊？我可是你的搭档，大搭档，怎么能这么狠心的区别待遇呢？擦擦你脖子吧，都是灰。如果你有一天呢，需要一个特别的听众，你就回个头，我一定在。乐，你等我一下，东子在整理数据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，我再给你带着荔枝回去。啊，别，你给我带回去，我会忘记浇水的。不是还有丽丽吗？她可以照顾好。没关系，我不带了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啊？那要不要我先送你回去？不用，我今天回我妈那儿，不回咨询室了。你不是还要去忙吗？去吧。老钱。行，那你到家了跟我说一声。钱开义，谢谢你为我准备的这些。谢谢。拼个桌可以吗？一会儿还你。你们想干嘛？干什么关你屁事儿？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想都不要想。给你10秒，滚！再不走的话我报警了啊！要不想进局子，赶紧走。给你2个选择：1，让我成为你的心理咨询师；2，让我成为你的好朋友。你选啊。很多人出生啊，就是裹着糖衣出生的。虽然我们没有糖衣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抱团取暖啊。小贺，遇到你真好。我也是。土豆来啦！我可以削土豆。好孩子，妈妈最喜欢吃的就是土豆。哎呦，你看看你，我跟你说，顿顿，你真的要好好的学做饭，要重视这个事情。你至少做的水平和妈妈要一样，不然妈妈死了就要饿死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你要是死了我也跟你一起死。不行，可不能黏着我啊！哎呦，妈妈洁癖，你把，哎，坏蛋！哎，最近怎么样？睡眠还是老做噩梦吗？就那样吧。妈，要不然你去跟我住吧。我不要跟你住，我现在自己住的多自由啊！那我回来跟你住。你跟我住，嫁不出去了，不行。是不是跟那个丽丽闹矛盾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我回来住的话，每天去那边工作，其实有一个仪式感嘛。说的那么大，什么仪式感？骗我，撒谎都不带脸红的，是不是闹矛盾了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吧，顿顿，有些问题呀，真的我要好好跟你聊一聊，你别不听。我们这些老太太，要真的聊起来这些人情世故啊，能跟你聊个7天7夜说不完。我就喜欢听你聊，那你快跟我说个7天7夜吧。真的啊？好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傻丫头啊，看起来平常很精神啊，哎呀，很刚强啊。其实妈妈最知道了，
你内心很软弱，很脆，很善良，有什么事情心里就堵得过不去，对不对？顿顿是这样。你知道人生啊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情，看起来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，你好像随便无所谓，扔了就扔了，遇到问题我就回避了，就不解决了。那人生你知道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事、一个人、一个事、一个人，一件一件的串起来，才凑成你最终的人生啊！你不能老是回避啊，遇到问题就躲避就放弃，那你人生怎么办啊？哎，就拿这个丽丽来说吧。我不知道你们俩闹了什么矛盾啊？不管谁对谁错，你大度一点。这么好的朋友，这么就放弃了，要勇敢的去面对。问题回避是解决不了的，你听见吗？就知道你是蚊子啊？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说了。等等，妈妈就是希望你和丽丽，你们都能好好的。妈妈想着你身边啊，能有个人陪着你，就算我以后不在了，你们也能相互照顾，妈妈也就放心了。搬进来以后呢，有任何问题随时和管家联系，我后边再去帮你添置一些生活用品还有家具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好。怎么了？我呀是真没想到，我的竞争对手呢，竟然会是一个女人。你要是再伤心的话，我可就要吃河顿的醋了。我走之前说了好多伤害他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觉得我好自私。老贺是一个从来不会主动表达自己情绪的人，他这次一定伤心死了。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们公司团建，我带着他去野外拓展，他被一个3、400斤的原木砸到脚都没有告诉我。后来他硬生生的扛到团建结束，一瘸一拐的走回家，我才发现。他说他不告诉我，就是怕扫大家的兴，怕我只顾着照顾他。他就是这样，从来都是想着别人的感受，从来都是过得小心翼翼的，从来都是忍着。但是我知道他内心其实特别的孤独。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我还这么伤他，我真的该死。现在我走了，他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你只是为了不被他伤害罢了。你们两个好姐妹呢，就像两个粘在一起的苍耳球一样，谁也离不开谁，还都能把对方看得透透的。他几根刺你很清楚，同样，你的刺在哪儿，他也都知道。所以你之前说了那些伤人的话，也许什么？也许正是因为你非常了解他，你非常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又或者他准备说什么。你呀，只是不想听见那些令你很伤心的话，所以你才抢先一步，在他之前说了出来。这可不是自私啊，这是一种人的自我本能保护，就像他的孤独一样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啊。
小伙子，你是要买这本书吗？季教授，你是？教授，这是佳慧，季教授。教授你好，我叫叶佳慧。你好，上次送小何来的。叶佳慧。哎呀，是，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。季教授你好。你好。